大家好，我是振三。如果你听说历史上有一场动輒十几万人，跨越4000多公里，花費了無數的錢糧物資，風風火火的滅國遠征，不是為了搶奪領土，也不是為了情仇愛恨，純粹是為了強買強賣，外加被人砸了個手辦，你覺得這故事逗樂嗎？今天咱們不聊神話傳說，不講秘聞野史，就聊聊這絲綢之路上一幫古代瘋子和狠人之間互相黑吃黑的荒誕大戲。搬起小板凳，咱們好戲開演。這故事發生在漢朝，當時的皇帝正是漢武帝劉徹。這老爺子大家都熟悉，哎呦，那真是一輩子風花雪月，詩詞歌賦，神仙方術，男女通吃啊，絕對的吃過見過。可他還有一項愛好，就是跟咱們聊的這事兒有關，那就是愛馬。作為一個成功男士，誰不愛個香車美女啊？更何況老爺子有錢，有的是錢，文景之治積累了天量的財富，為今天的漢武帝可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果在今天，這老爺子一定會跑去意大利親自定制頂級跑車。可在當時，全世界最頂級的馬在哪兒啊？對了，大淵的汗血寶馬。那麼您覺得他想要幾匹？只要是他家的馬，4條腿的，這老爺子是要包場。這於是乎呢，這位愛馬的成功男士愛馬仕就下達了一道命令，找到當時的大國工匠，用純金打造了一匹金馬手辦，並派了一個叫車令的使者，帶着金馬和禮物，長途跋涉去大渊國商量包場事宜。那你問為什麼只是個黃金手辦？因為1比1的純金馬匹的重量會達到將近8噸左右，根本無法攜帶。現在在日本的美秀博物館珍藏着一匹漢代金馬，大約7公斤，最接近故事的原型，大家可以參考看看。那麼就是這麼一個使者和這隻大金馬，將會引發一連串的血雨腥風。大淵王兀寡，您聽這倒霉名字，頓時有種不祥的預感啊。先別看這漢語音譯不好聽，古代塞語這可是老虎或者英雄的意思。就是這位兀寡，當時在費爾干納盆地可是雄居一方，他心裡琢磨着，長安離我可是遠了去了，中間隔着塔克拉瑪干，你漢軍再猛也飛不過來吧？這馬我就是不賣給你，你能拿我咋地？一個想強買，一個想強行不賣，雙方不約而同的來到了見證奇蹟的這一天。所以這經典的名場面可就來了。使者车令說明了來意，您看我這大金馬都杵這兒了，我們老爺子那可是真稀罕您家的馬呀，只要您點個頭，價格什麼的咱都好商量。兀寡坐在寶座上，單手托着腮幫子，眯起小眼睛，擺了擺手，不賣。車令一看這土包子竟然這麼不識抬舉，小脾氣當場就發作，當着大渊國的文武百官，手指着兀寡，掂起後槽牙，口吐芬芳，當场破口大骂。骂着骂着，他还觉得不過癮，順手掏出了大金馬。你不要是吧？行，你不要，老子砸了他！
話音剛落，一陣稀里嘩啦，大金馬被砸了個稀爛。手下見狀，立馬撿起了砸爛的手辦，跟着車令倉皇離開皇宮。難道車令就這麼被放走了？大冤王一臉茫然，這可真是活久見啊！自己好歹是個王，這面子掉了一地，可真是沒法忍啊。再說我不賣馬，也沒說我不要你的大金馬呀。既然如此啊，你可就別怪老哥我不仁義了。在貴族和大臣們的一致慫恿下，大冤王兀寡確實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當車令一行人走到邊境玉城時，直接派兵把使者全团給宰了。最主要的，那大金馬和无數的金銀財寶也順手一併搶走，這就叫一不做二不休。可您倒是守住風聲啊！嘿，你看，消息就這麼傳回了漢朝。至於是怎麼走漏的風聲，史料裡沒有記述。大家推測，要麼是有僥倖逃脫者回國上報，要麼就是漢朝散落在沿途國家的情報網傳回的消息。總之啊，劉徹聽到消息以後，整個人都懵了。什麼玩意兒？我一個堂堂大漢天子，財產讓人給搶了，使者讓人給殺了，最惡心的，那大金馬還讓他給我砸了。甭管是誰砸的，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這老臉可是讓人啪啪的抽啊。這一下老爺子血壓瞬間飆高，跳着腳的立即決定展開報復，勢必要牵牛扒房，一雪前恥。可這結果會怎麼發展呢？可這結果還真不像大家想的這麼順利。漢武大帝一聲令下，天兵天將整裝待發，自己的大舅哥李廣利帶隊。可這批天兵主要都是由各地的囚犯、街頭混混等混合的杂牌部队，主力精锐則是臣服於漢朝的游牧民族6000人的精锐骑兵。就這樣湊了幾萬人馬，浩浩蕩蕩殺向大渊。可他們確實低估了這深不可測的大漠。一路上沿途的西域國家早就對大漢積怨已深，甚至懼怕直接被漢軍侵占。況且很多小國全國上下也就幾千人，全國的物資怕是不夠給漢軍塞牙縫的。所以啊，都紛紛拒絕給他們提供補給。漢軍一路上只能強攻一些小城，以戰養戰，攻不下來就只能硬扛着。當軍隊來到大渊國境內的時候，幾萬人的大軍最後就只剩下幾千人了。那當然是不出意外的慘敗而歸。您還別覺得李廣利能逃回大漢，漢武帝劉徹封鎖玉門關，並下達了命令，敢退回關者立即斬首。老李沒法子，只能留在了敦煌，等着主子氣兒消了，再籌劃第二輪東山再起。實踐出真知啊，有了上次的經驗，這回漢武帝可真是下了血本。也就是皇帝的大舅哥才有這樣的待遇。雖然主將還是李廣利，但是給他配備了作戰經驗豐富的副手和校尉。這次的正規軍連帶罪犯、邊防軍等大約有6萬人左右，其中不乏精锐的騎兵和3萬匹戰馬。有了血的教訓，這後勤可絕對不能再掉鏈子了。光運輸隊就動用了10萬頭牛，以及數以萬計的驢子、駱駝，一路上供應糧食、兵器和水。
全國負責後勤運輸的人員都高達了10幾萬人。不光這些，這支龐大的遠征軍還配備了一群神秘的專家，等後面他們會隆重登場。好家伙，這麼一来，西域沿途的小國全都傻了眼，紛紛開門迎接，要錢給錢，要粮給糧。拒絕合作的話，別再順手把咱們也給滅了。就這樣，一路勢如破竹，攻破了玉城，殺到了大渊首都。這時候，神秘的专家出場了。這群人是專門從國內請來的水利專家。這群专家絕啊，利用水利工程直接挖斷了城市的水源。李廣利連攻带圍地消耗了40多天，隨後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一般的劇本啊，到這時候應該殊死抵抗了吧？可在城裡，那群慫恿國王幹掉使者的貴族們正在私下密會。他們聚在一起一合計，得出一個讓人腦震盪的結論。那漢朝人打咱，是因為咱國王不识相嗎？是倭瓜殺了人家的使者，搶了人家的錢，這個鍋咱不背，憑啥要讓咱跟他陪葬呢？咱們就把他的腦袋交給漢軍，再把馬送出去，漢軍到時候一撤兵啊，咱還繼續過咱好日子。哎，說幹就幹，這群貴族啊，表面上幫着守城，趁着國王一個不留神，直接给來了一记背刺，咔嚓一声，手起刀落，摘掉了倭瓜的頭。隨即大開城門，迎接老李，收頭選馬。估計這倭瓜的腸子都悔青了。慫恿殺人搶錢的是你們，背後插刀子摘腦袋的也是你們呀！這大冤枉可真是大冤枉啊！結局以漢軍的勝利落下了帷幕。李廣利進城後，挑選了10幾匹頂級的汗血寶馬，以及3000多匹良馬和種馬等等，並且設立了一個傀儡政府，帶着倭瓜的人頭，高高興興地回國領賞去了。怎麼樣？這個故事夠不夠豪橫？夠不夠任性？看看這投入產出比，你可能就問了，就為了赌口氣，這麼幹值嗎？那其實呢，這一場賭上國運發動的2次遠征，並不是因為任性，真正的動機或許和北方的匈奴有很大關係。眾所周知，漢武帝劉徹當了54年皇帝，打了44年匈奴，和匈奴人的戰爭漢軍在馬匹方面一直是不占優勢的。中原的馬匹身材矮小，負重有限，所以引进西域良馬，改善骑兵戰鬥力是勢在必行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通過打擊大淵，對西域諸國形成威懾，確立漢朝在西域地區的絕對影響力。事實也證明，經過此戰，西域各國紛紛派遣使者來朝，使中亞與漢朝的貿易和交往日漸頻繁。第3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通過對西域的影響和掌控，導致匈奴在西方的同盟逐漸瓦解，從而達到側面削弱匈奴勢力的目的。總之，無論漢武帝是雄才大略也好，還是他不惜代價乖張任性也罷，這期的故事依舊還是挺精彩的，不是嗎？或許你聽到的是一則蕩氣回腸、
千秋霸業的英雄史詩，而對於我來說，我更在意的卻是故事本身自帶的那種令人玩味的黑色幽默。畢竟啊，1000個人心中有1000個哈姆雷特嘛。那麼你又是怎麼看待這段歷史的呢？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衷心的感謝您的觀看，我是振三，咱們下次再見。